我经常去一家餐厅吃饭，它饭好，环境好，服务好，离家近，我很满意。但是有一天啊，他突然把 Chief 给开了，饭变得很难吃，有的时候盐多，有的时候肉少，气得我们这些老顾客啊，就天天骂，天天抵制。结果这家餐厅呢，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卖起了快餐。以前的招牌菜是松茸蒸蛋，给你改成了鸡松茸蒸蛋，蛋液是预制的，小菜是单独收费的，一碟5块钱啊。那么你觉得这家餐厅还有开下去的必要吗？如果我说人家餐厅不但没倒闭，还赚得飞起，股价咔咔飙升，市值蹭蹭上涨，那么阁下又当如何应对呢？这可不是段子，咱们把餐厅改成游戏公司，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科乐美，一间充满争议的日本游戏公司，一个 IP 运作的反面教材。他手上有哪些 IP 啊？青蛙过河玩过吗？这是科乐美的成名作，恶魔城、魂斗罗、合金装备、寂静岭、实况足球等等等等。但是他科乐美却把每一个 IP 都给玩砸了，或者说都砸过吧，砸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我们后面会展开来讲讲。以市值来说，科乐美在游戏公司里排名日本第4，世界第12。从德高望重到人嫌狗厌，戏剧化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前后，这一年发生了一点事情，光媒体的口水都能把科乐美给淹没，然后消费者的怒火呢，够把这锅口水给反复烧开。这一刻，世界大同，全球玩家们跨越文化、跨越语言，一起对科乐美竖起了中指。聊科乐美必带一个 Fuck Konami 的 tag 啊，还做成了各种周边。我觉得这个 tag 应该是近年来科乐美最成功的 IP 了吧。邪门的是，你说口碑都崩成这样了，居然也没耽误人公司做大做强。科乐美2015年的市值大约是30亿美金，10年后现在是190亿美金，翻了6倍。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大家好，我是专注做消费 VC 的八戒，这一集算是粉丝点播吧，谢谢我可爱的首批支持者们。那么能够满足的，我一定满足大家。其实本来不打算聊科乐美这家公司的，因为我开篇的计划是聊很会做 IP 的公司嘛。那科乐美它明显就不会做 IP 嘛。不过转念一想，反面案例也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咱们自己开个公司当个高管啥的，这不就避坑了吗？那么这一集我们就来探讨一个话题：当我们发科乐美时，我们到底在什么？让我们来开始科乐美正传。调研科乐美的早期发展史，你会发现这家公司很神奇，好像从一开始就偷感很重。1969年，上月景正、仲真良信、宫破龙雄3个人在大阪创业成立公司，公司的名字叫 Konami， 是他们3个人名字各取一个字组成的Konami。这个上月景正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了不知道哪里来的钱，就吸收了另外2个人的股份啊，把另外2个人变成了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就变成他一个人的了。于是他对外是这么解释这个公司名的：比起兴风作浪，我们先沏一点小水花就好了。因为这个 Konami 的发音在日语里头就跟小水花、小波浪一样，这个说法很巧妙，尽显日式谦卑，但另外2个创始人的痕迹就这样被抹掉了。所以理解科乐美要先理解公司的上月基因。上月景正本人现在84岁了，他依然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科乐美虽然是上市公司，但上月财团、上月控股等等他们家族自己的资本就在科乐美集团持股超过 27%。 公司的7人董事会有4个人来自于上月家族，由此可见上月家族对科乐美有很大的影响力，小财阀了属于是。那上月家族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钱了。上月爷爷可不跟你谈什么梦想，哪里有钱公司就去哪里挣。所以带着这个大前提，我们就能理解科乐美后面的许多骚操作了。不过让我们先把公司的发家史给捋完。公司最早主营的业务并非游戏，而是点唱机的租赁和维修相关服务。1973年，科乐美开始制造街机用的游艺设备。借助日本当时方兴未艾的街机娱乐热潮，科乐美在1970年代中后期逐渐打开市场，并于1979年开始将产品出口美国。进入1980年代，科乐美迎来了街机游戏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公司推出了青蛙过河、紧急起飞、田径等等热门街机游戏，还扩展了 PC 游戏业务。科乐美的名字自此作为游戏公司被大众认知。关于 PC 游戏，当时日本很流行一种叫 MSX 的电脑，咱们是几乎没接触过啊。不过在当时的日本，在任天堂红白机出现之前，很多知名游戏公司都是在 MSX 上开发游戏的。那后来任天堂、世嘉这些大佬开始玩家用主机了，科乐美成为任天堂第3方游戏开发商之一。它
他就把众多街机 IP 移植到任天堂的主机上，并开发出新的系列，像恶魔城、魂斗罗、实况足球等 IP， 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主机平台巩固了知名度。凭借街机和早期家用机游戏的成功，科乐美的年营收在4年间激增30倍，从1987年的1000万美元跃升至1991年的3亿美元，迅速崛起为日本游戏业一支重要力量。那么在游戏蓬勃发展的时候，科乐美开始探索新的娱乐领域了。整个90年代可以说是科乐美在创意上的鼎盛时期。92年进军百青哥产业，就是弹珠机，带赌博性质的那种。除了日本本土之外，科乐美还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设了分公司，专门干这个博彩业务。97年创立了著名的节奏游戏品牌 Bormani， 推出了狂热节拍、劲舞革命等音乐游戏，就是这个跳舞机啊，都认识吧。99年进入集幻式卡牌市场，与集英社和原著作者签署独家全球授权，推出了漫画《游戏王》的卡牌游戏。这里多说一嘴，虽然说万代是更早签约游戏王发行卡牌的公司，但万代签的是非排他协议，只在日本地区发行卡牌，而科乐美签的是独家全球授权，涵盖卡牌、电子游戏，还有赛事运营权等等。那么在科乐美统一 OCG 规则之后，集英社便不再续签万代，万代的授权也就自然到期终止了。回到主题，因为做出了这么多好玩的游戏，90年代的科乐美在玩家心目当中的形象可以说是很好的。2001年，科乐美增资入股老牌游戏厂商 Hudson， 这家公司有个游戏你可能玩过，就是红白机上面的冒险岛。此外还有炸弹人、桃太郎电铁等经典 IP。Hudson 在2021年被科乐美完全吸收合并，所以这些 IP 现在也都属于科乐美了。在千禧年的头10年里，因为索尼 PS2、微软 Xbox 这些主机大受欢迎，所以科乐美也是十分积极的在开发各种游戏，且还不断孵化新的 IP， 包括寂静岭、Lao Plus 等等。那你看啊，主机游戏、街机游戏、卡牌、百青哥这些还算都属于娱乐产业吧，但是科乐美还涉猎了体育业务，这个板块是2001年通过收购体育公司而增加的，主营健身房，捎带着人还组建竞技运动队伍，还代表日本参加奥运会，人还拿奖牌。那么因为规模越做越大，业务越来越多元，科乐美在2006年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成立了专门负责游戏业务的科乐美数码娱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博彩业务的 KPE 株式会社。科乐美体育作为全资子公司，母公司科乐美株式会社则转变为纯粹的控股公司。所以你也能看出来了，科乐美绝对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路子，它就是一个会去找风口、找新项目，把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的经典的资本家，这其实没毛病啊。那么这样一间公司在来到2010年代，看到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在逐渐普及，它会怎么做呢？其实2010年全球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大约只有 10%， 日本只有 4%， 而科乐美早在2006年就收购了一间手机内容开发商，2010年就发行了休闲手游《龙收藏》，这是非常敏锐的。龙收藏的成功让科乐美明白了2件事：第一，手游投入小，回报高，是个好项目；第二，移动平台潜力巨大。不是每个人都会去买个游戏机放家里，但以后每个人都会拥有一部智能手机。所以说，龙收藏的成功直接促成了科乐美向移动优先战略转型。与其斥巨资打造周期长还可能失败的3A 游戏，不如将资源投入到廉价且利润丰厚、快速变现的移动游戏。这种战略转向在2015年达到高峰，也是科乐美被全球玩家口诛笔伐的开始。科乐美之所以挨骂，不是因为他搞手游，而是因为他搞了手游之后就不想好好搞 3A 了。那么多 IP， 那么多粉丝，你科乐美直接给人晾那儿了，这不是始乱终弃吗？渣男。那么这个渣男惹毛全世界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由王牌制作人小岛秀夫的决定。小岛秀夫1963年生人，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拍电影，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和小伙伴捣鼓摄像机，然后拍出来电影就让同学们买票来看，也是个商业奇才了。在中学时代就找到人生方向的人不多，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小岛秀夫可能就是上电影学院，然后毕业了当导演。但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这种昂贵的梦想也就搁浅了。我只能说，日本电影界痛失了一个昆汀。时间来到80年代，小岛秀夫最后去了一所普通大学读经济学。80年代啊，正是任天堂红白机流行的时候，马里奥兄弟这款游戏深深地震撼了他。这个小岛就觉得说，好像游戏行业也不错啊。于是在同学们纷纷追求专业对口干金融的时候，小岛秀夫却把简历投给了科乐美，因为他是当时唯一一家在日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游戏开发商。虽然顺利加入了科乐美，但因为小岛秀夫既不会编程，又是个年轻的毕业生，所以只是被分到了 MSX 电脑事业部当个小策划。他这个早期经历跟谁有点像啊？就跟我们上期讲过的任天堂的宫本茂还挺像。宫本茂喜欢动漫，他喜欢电影。
就是因为这种爱好让他们都特别想为游戏注入一种故事感。当时的游戏大多都不怎么讲究叙事，一个战争类游戏就是端着枪打打打打打，那你就需要设计很多角色需要给玩家发很多弹药，是不是？那么当时的 MSX 平台就有点带不动这种设定。于是小岛秀夫就想了个奇招，不是内存不够吗？那我就不搞那么多扫射，我来个潜行玩法，就是想办法潜入敌方阵地，这不比哒哒哒哒有意思多了吗？那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合金装备。而潜行玩法在今天也是许多游戏都会用到的经典设计。小岛秀夫擅长将电影化叙事和社会议题融入到游戏当中，当初的导演梦其实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真正让他封神的是1998年登陆 PS 的 3D 版合金装备，实时过场、分镜镜头、反战主题，让全球玩家第一次感受到了电影般质感的游戏。之后17年，小岛制作的合金装备系列累计销量突破5000万，被视为科乐美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王牌 IP。那时候的小岛秀夫还是科乐美的宝贝。2005年，公司特设内部工作室小岛制作。2011年，小岛升任科乐美数码娱乐副总裁，可谓事业顶峰。然而，进入到2010年代，这不公司看上手游了吗？随便开发一下，只要玩家氪上了，那就是个无底洞。一个走火入魔的玩家就能带来上不封顶的收益。而你3A 大作属于一锤子买卖，再怎么畅销，它总归是有瓶颈的。所以，当小岛秀夫仍然坚持电影级质感的合金装备5幻痛，开发预算来到8000万美元的时候，公司终于绷不住了。如果说龙收藏是科乐美转投手游的契机，那么幻痛就是让公司失去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2015年3月，科乐美忽然宣布内部架构调整，随后将小岛制作工作室更名，陆续将小岛秀夫制作标识从官网宣传物和游戏封面中移除，幻痛相关宣传全面改为公司品牌，与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合作的寂静岭 PT 企划也被取消，种种迹象表明小岛已遭内部雪藏。随后的5月，科乐美数字娱乐新任总裁早川英树在接受日经采访时公开宣布，公司计划大力进军手机游戏领域，并将其主要平台移动化。他说，移动平台才是游戏的未来所在。这一言论坐实了科乐美去主机化的战略转折，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也引发了玩家的强烈不满。到了年底，幻痛在 TGA 颁奖礼拿到了最佳动作冒险等奖项，小岛秀夫却被一纸律师函禁止出席，这就出现了游戏圈一个名场面。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On a personal note,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t I think you guys are the most devoted fans. As you noticed, Hideo Kojima is not here with us tonight, and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Mr. Kojima had every intention of being with us tonight, but unfortunately he was informed by a lawyer representing Konami just recently that he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travel to tonight's awards ceremony to accept any awards. 这个导火索一点，全世界的媒体与玩家都对科乐美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批判与抵制。这相当于什么呢？我假设诺兰的新片《奥德赛》拿了奥斯卡，但环球说对不起，没有诺兰这个人，并且以后也没有《奥德赛2》了。本公司正在筹备多枚竖屏短剧，敬请期待。你说影迷不得砸了环球啊？这只是打个比方，不过就拿电影行业来说，现实中其实也有个比较类似的案例。还记得华纳《正义联盟》这部电影吗？导演扎克·施耐德想搞一艺术大作，而出品方华纳却只想做一部商业大爆款，结果在公司强势干涉下来出来的版本也是被影迷骂得体无完肤。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最后由于一场持续数年堪称行为艺术的全球粉丝请愿活动，华纳服软了，真的放出了长达4个小时的扎导剪辑版。而科乐美显然比华纳要头铁多了，小岛秀夫掰了就是掰了，寂静岭 PT 下架了就是下架了。当时合作 PT 的那个墨西哥导演气的是年年Konami， 直到前年 PT 9周年的时候都还在骂。然而 PT 再也没有回来，即使市面上出现了粉丝重置版，也会被科乐美法务给强势维权。科乐美不欢迎任何粉丝重置，无论这些项目是否商业盈利，被发现了就是一盖法庭见。不过面对舆论的压力，科乐美也赶紧出来道歉了，说大家别慌啊，我们只是内部重组定位我们的工作室，将游戏开发转移到更加集中的制作部门体系。小岛秀夫和他的团队成员正在新的体系中努力工作，为大家制作幻痛呢。这用词啊，你细品，经常心虚的小伙伴都知道，大词往往是用来粉饰真相的。而真相是什么呢？科乐美把公司原来的独立工作室都全部撤销了，是全部，包括小岛制作、负责节奏音游的独立工作室、负责实况棒球的独立工作室等等，超过10个工作室，通通降格整编为123号制作部，连名字都没有了，就是123编号命名。以前大家都是独立决策的，而现在通通向数字娱乐总裁汇报，谁呢？就是宣称移动优先的早川英树呗。据说在小岛秀夫濒临离职还没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整个团队在办公室都是受到严密监控的，甚至他们的电脑都没有联网。
小岛秀夫是科乐美最耀眼也最悲情的创意明星，虽然最终以净身出户收场，不过在离开科乐美后，他与索尼合作创立了新的小岛制作公司，制作的首款游戏是《死亡搁浅》，而这一 IP 还将改编为真人电影。小岛秀夫本人担纲编剧，计划在2027年上映。你看，这不就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当初年少时的电影梦，如今就要实现了。自打2015年宣布转型后，科乐美在传统游戏领域的存在感大幅降低，真就开始减少大型主机游戏的投入，转而投身氪金手游、健身房、百庆歌等业务。然而，作为曾经打造众多知名游戏系列的老牌厂商，消费者，尤其是日本以外的消费者，对科乐美的认知依然还是一间游戏公司，且高度关联着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 IP。所以，眼见科乐美近10年来把这些 IP 糟蹋个稀烂，人们的骂声也从未停止。那我们就来展开讲讲科乐美运作 IP 的4大争议：原创 IP 衰退、外包品控不严、3A 战略搁浅，以及经典 IP 赌博化。原创 IP 衰退很好理解，你创意人才都走了嘛。小岛秀夫在完成幻痛之后离职，魂斗罗团队走了，恶魔之父五十岚孝司走了，众多核心 IP 的制作人、音乐人也不见得愿意在一个不重视内容的公司里继续待着。科乐美发表声明试图澄清，强调不会放弃合金装备、寂静岭等核心 IP， 但声明的措辞含糊不清，并没有提出这些 IP 未来具体的发展路径。从实际行动来看，2015年前后，科乐美已经逐步收缩大型主机游戏的开发。公司把合金装备系列交给新人团队，勉强推出了一款衍生作《合金装备幸存》，但反响不佳。恶魔城系列自2014年之后再无主机新作，只零星推出了一些手游跟合集。寂静岭的新企划胎死腹中，长达10余年没有正统续篇，直到2023年才开始筹划新项目。魂斗罗基本销声匿迹，2019年尝试的重启作《魂斗罗盗贼军团》口碑扑街。甚至曾经并购的哈德森公司，大部分员工也被安排去开发手游。炸弹人等 IP 陷入沉寂，只有体育游戏实况足球和少数音游卡牌游戏还维持着更新。但就连实况足球系列也在2021年取消了每1年1作的发行模式，改为免费运营的 eFootball 服务游戏。而仓促上线的游戏充满漏洞与粗糙建模，在 Steam 上被评为史上最差游戏之一。那自身研发力量不足怎么办呢？就外包呗，也就是把 IP 项目授权拿给外部团队开发，自己就当个发行商。其实授权外包不是原罪，关键在于合作伙伴的选择以作品质量管控，做出来东西好那也是 OK 的。玩家所真正不满的是科乐美的授权态度，核心大 IP 新作几乎是清一色外包，有时还表现为躺赚的思维，只要你第三方愿意出资，我科乐美就给你授权。至于产出质量那就随缘，如果游戏成功那就大家一起数钱，如果失败了那就是你第三方的锅。至于 IP 则大不了继续雪藏，魂斗罗就是最现身说法的例子。那么科乐美被诟病最多的一点是缺乏清晰的 3A 游戏战略。幻痛是科乐美迄今为止最后一部自制的大型主机游戏，自打2015年以后，公司几乎就没有推出过拿得出手的原创 3A 作品。科乐美的 3A 缺位意味着公司在全球主机和 PC 高端市场存在感趋近于零，玩家在 PS4 上看不到你，在 PS5 上也看不到你。而隔壁卡普空有生化危机，任天堂有塞尔达，你科乐美作为排名靠前的游戏公司，你游戏呢？我请问呢？所以科乐美有没有砍掉电子游戏，已经事实胜于雄辩了，这也是最让核心玩家心痛的地方。造成 IP 断代和 3A 断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在于公司不再投入资源去延续这些需要高研发投入的系列，而是以资本逻辑重新评估每个 IP 的性价比。对于科乐美而言，那些不能在短期内创造可观利润，或者无法通过低成本方式加以利用的 IP 项目，就缺乏继续开发的商业理由。取而代之的是，公司选择以更经济的方式去变现 IP， 要么推出历代合集高清复刻满足情怀市场，要么直接将 IP 授权或是迁移到盈利更高的领域，比如移动端，比如博彩机。但对于 IP 真爱粉来说，将经典 IP 赌博化无疑是吃相极为难看的恶劣行为。2015年科乐美推出了寂静岭主题投币机，2016年甚至用小岛开发的 Fox 引擎重置合金装备3食蛇者的过场动画，却只用在百青歌机台上。最引发玩家不满的是2015年科乐美推出了一款宣传色情暴力的恶魔城主题百青歌。在许多粉丝看来，一个充满哥特魅力的动作游戏 IP 被公司拿去做赌博机，还以情色元素作为卖点，这简直是对恶魔城文化的亵渎。美国某媒体以科乐美恨透了玩家作为标题报道这件事，可见娱乐之愤怒。大家之所以愤怒，归根到底是对科乐美背离游戏初心的失望。在玩家看来，科乐美抛弃创意，轻视粉丝情感，将经典 IP 合则而渔。
只顾追逐资本回报，一身铜臭，臭不要脸。但从管理层视角看，这只是回归理性运营的一步棋，而且是一步好棋。财务报表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科乐美在砍掉诸多主机游戏项目的情况下，依靠手游大获成功，年度营收同比增长 14%， 营业利润大涨 61%， 股价一度达到近年来的高点。2022年，公司营业利润直接翻了一番，刷新历史记录。同年，科乐美控股改组为科乐美集团，公司原本的策略就是放弃高风险增长长投，转向低风险的资本快周转。那结果看起来很成功啊，对不对？别的同行豪赌 3A， 这玩意儿就跟电影一样，要么大赚，要么大亏。而手游业务成本低，回报高，再加上公司的博彩、机台、健身房等其他业务提供现金流，人科乐美的财务表现还真就稳健的一匹，你找谁说理去？而比较意外的是，在2017年任天堂推出 Switch 之后，科乐美凭借一款冷门 IP 改编游戏《超级炸弹人 R》居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销量，这给公司高层挠得心里痒痒的，萌生了复活经典 IP 的想法。2020年，科乐美又在 Switch 上发行了一款桃太郎电铁的游戏，这款游戏在日本销量突破了400万套，甚至超过了任天堂热门作品《密特罗德生存恐惧》的全球销量。2022年，科乐美举办线上发布会，一口气公布了多款经典 IP 制作计划，包括由波兰团队开发的《寂静岭2》重制版，由新加坡团队开发的《合金装备3》重制版等等。尽管还是外包，但咱就是说，他公司不是没人才了吗？重新培养也是需要时间的，不想外包，目前也只能外包。无论如何，至少科乐美释放了一个愿意重新激活经典 IP 的信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在内容产业中，大多数公司要么财务口碑双好，比如任天堂、万代，要么就是财务口碑双扑，比如育碧。像科乐美这样冰火两重天的两极化评论，在同行中是极为少见的。日本其他游戏公司，比如卡普空、SE、世嘉萨美等，几乎都经历过低谷，但最终这些公司选择加码创意研发，实现复兴。就说卡普空吧，几乎将全部资源投入游戏研发，不搞任何多元产业。你猜怎么着？2025财年，卡普空实现了将近 39% 的利润率，高于绝大多数同行，也高于科乐美，这就有点子讽刺了吧？那海外游戏公司里头 EA 算是跟科乐美最像的了，也是因为各种氪金套路而天天挨骂。然而与科乐美不同的是， EA 相对来说还是听劝的，会拿一部分资源出来做高质量单机游戏，而不是彻底放弃 3A。动视暴雪也是类似情况，虽然玩家不爽它手游氪金，但该维护的 IP 还是有在好好维护。目前动视暴雪已被微软以687亿美元收购，侧面反映了高质量 IP 带来的高估值。最后育碧虽然说它最近混得不咋地，但其思路仍然是通过大规模内容产出来实现增长。总的来说，西方公司通常会选择扩大项目储备、全球配销来分散风险，而不是直接退出高风险领域，与科乐美近年来的保守策略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科乐美把 IP 做得一塌糊涂还这么挣钱？如果一塌糊涂也还能挣钱，为啥别的公司还要那么费劲巴拉的维护 IP？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捋一捋科乐美的商业模式，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首先，科乐美的4大业务板块，数字娱乐、街机娱乐、博彩、体育里头，数字娱乐是绝对的主力，现在的营收规模占了整个集团的70%以上，利润则贡献了90%多。它为什么利润高？因为手游，因为卡牌，这些东西都是高毛利产品，而咱们科乐美可是顶着骂名在全力的运营着它们。前面我们说过，你买一个单机游戏，无论软件还是实体卡吧，顶天了几百块钱，对吧？但氪了嘛就不一样了，你今天充5块，明天充10块，你只要一直玩就有机会一直充，最后成千上万，上不封顶，这多出来的可都是纯利润。与此同时，因为手游和线上游戏是道具收费计票的模式，他们的运营费用可以通过用户付费来覆盖，现金流可以快速回收。科乐美很擅长做体育类的手游，像 eFootball 全系列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了8亿次，还有在日本本土很受欢迎的实况力量棒球等棒球类手游。公司是绞尽脑汁不断更新玩法，好让玩家保持粘性。截至2024年初，实况力量棒球系列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7500万。那卡牌就更不用说了，一个游戏王撑起一个家，无论是数字卡牌游戏还是实体卡牌，在粉丝群体中都有持续不断的号召力。那么虽然街机、博彩和体育业务营收占比不多，加起来才占个不到30%，但这种业务胜在稳定，且有利于内部对冲。其中街机对于科乐美来说，它是个对线下游戏厅的 to B 的生意。我给你提供音乐节奏游戏、推币机、抓娃娃机乃至摆青歌，完了按流水来抽成。我科乐美是不存在任何终端运营成本的。博彩板块类似，主要是做海外合法博彩地区赌场的 to B。
体育板块虽然自己运营健身房成本比较高，利润率也是4大业务中最低的，但体育啊，你想想看，这属于国民健康产业，这可是为社会做贡献。我要给国家培养运动员呢，那么你日本政府是不是该给我一些政策利好啊？所以体育板块更大意义是在战略层面的。退一万步讲，就算这块业务不打算做了，单独剥离掉就行了，它不会影响其他板块。至于 IP 方面 ，OK， 虽说创新这块是不太行，但科乐美人炒冷饭一绝啊。2019年，公司抓了一部科乐美50周年合集出来，就零创新成本啊，只是把80、90年代的经典游戏给你打个包，就轻轻松上了销量榜。再来就是重置大法，合金装备大师合集、幻想水浒传1+2高清版等等，反正粉丝也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什么？你说要新的是吧？没问题，幻想水浒传新作说来就来，只不过是手游，你就玩去吧。科乐美擅长榨取 IP 的长尾价值，但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你是娱乐产业，你归根到底是卖内容的，长尾变现榨取的是存量市场，而不是增量市场。长此以往，用户基础断层的问题终究会反映在财务报表上。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要是一直不开发新内容，不去吸引新用户，时间长了，原来的老粉中微的中微，带娃的带娃，人家退圈了，你就捞不着了。而新生代粉丝呢，人家从小就被你的竞争对手前后轰伺候着，别人认识任天堂，认识暴雪，而你科乐美哪位啊？魂斗罗是什么？没听说过呀。直到这一天，那可就不好办了。这就是创意缺位对文化资产的无形损耗。所以尽管到目前为止资本市场给了科乐美较高的估值和评级，但口碑崩坏本身也是一项风险，因为财务指标反映的是过去投入的成本，口碑则决定了未来收益的潜力。那么现在我们来畅想一下科乐美的未来。对这家公司来说，当下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 IP 老化、创意衰退和地域依赖。科乐美现有主要 IP 大多诞生于20世纪80到90年代，最年轻的实况足球也有将近30年的历史。如果没有新内容吸引年轻一代，这些 IP 的商业价值终将随着老玩家的流失而递减。那可是要创作优质的新内容，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内部制作班底。鉴于科乐美众所周知的历史，培养新的骨干的团队还需要时间。在地域方面，科乐美对日本本土依赖度偏高，这在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是一大隐患。而目前公司并没有表现出高调进军海外消费市场的迹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共4种可能性，科乐美最有可能往哪个方向发展。第一种是保持现状，科乐美大体延续当前的策略，既不大举进攻，也不进一步收缩。数字娱乐业务还是以手游和运营为主，同时以外包的方式推出经典 IP 的重制或新作来保持话题度。体育健身这种稳定业务则维持基本盘。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不会再出现由科乐美内部团队开发的3A 大作，但会有源源不断的 IP 周边产品，有点类似卡通 IP 持有公司，自己不出动画电影，只卖授权给有能力的制片厂拍片。也许除了科乐美自己，没有人会希望它维持现状。但从家族控制者的角度，稳健盈利是首要目标。我上月谨慎还要养老呢，股东还要分红呢，先苟住要紧。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科乐美的董事会结构里，它就没有创意出身的人员，也就是说，创意的声音在公司权力体系中是失语的。科乐美绝对不会因为情怀，因为突然良心发现而重新返回核心游戏市场，除非这东西明确能赚钱。那你说科乐美就一丁点不可能响应市场声音了吗？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前面说过，科乐美是因为短期财报漂亮而快速拉升了市值，但公司高层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自己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IP 质量当然很重要，资本终究还是要看内容和产品说话。那么为了挽救 IP， 科乐美有可能会想办法重新组建自己的原创开发能力，要么让懂创意的人重新进入高层决策，要么就分拨资源去组建内部工作室，并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创作自由。但这种转变需要重大契机，我就直说了吧，归根到底还是科乐美的咖位不够大，玩家骂得再凶，终究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影响力有限。而且单机游戏与手游博彩用户群体不见得是同一人群，说不定人手游用户就玩得笑嘻了，还觉得科乐美特好，特与时俱进的。你要是迪士尼那样的公司，你敢瞎搞胡搞试试？就说这白雪公主吧，制作成本2.7亿刀，预告片一放，观众一骂，直接给你票房骂垮，骂出个3亿刀的赤字。所以要让科乐美重视3A 大作，骂是没有用的，只能靠正反馈来刺激。就比如说这东西确实能赚钱。第3种可能走向就是聚焦优势领域，收缩或者剥离非核心业务。壮士断腕式的戏剧性转型在商业世界并不是罕见。一个比较经典例子就是富士胶片，时代把胶片给迭代了，富士能咋办呢？只能换赛道，别无选择。但科乐美是有选择的，它既可以把资源集中到数字娱乐领域，或者反过来干脆进一步淡出游戏业，转型为博彩和健身为主的多元娱乐企业，乃至再发展点别的娱乐业务，做 VR 游戏行不？做玩具行不？做机麻行不行？都行。不过这2种极端调整目前看可能性都不大，毕竟公司还好着呢，暂时没到那份上。而最后一大可能性就是资本并购了。科乐美买别人不太现实，倒是被买的可能性很大。游戏产业的并购案例就多了去了，微软收购动视，索尼收购 Bungie，
腾讯也在投资各种日企，像科乐美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自然是各大巨头潜在的收购标的。鉴于上月家族控股，外部收购科乐美整社还是不太容易的，但谁又说得清呢？巨头有的是钱，没人会嫌 IP 多。那么目前看来，日本最具资本实力又最缺原创 IP 的公司是谁啊？那么你觉得呢？欢迎评论或弹幕说出你们的看法。科乐美的成功与局限，为所有靠 IP 驱动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实范本。像合金装备、恶魔城、寂静岭这样的 IP， 他们早已超越了普通商品，成为了游戏文化史的一部分，承载了几代玩家的回忆与情感。如果只用冷冰冰的投资回报率来衡量他们，这不仅仅是辜负粉丝的一个情怀问题，其实也是在牺牲 IP 资产未来广阔的成长空间。因为没有创意就没有 IP， 没有 IP， 资本运作终究成了无源之水。在资本理性与创意精神的拔河中，如何拿捏平衡，将决定一家游戏企业是否成为基业长青的文化创作者，还是短视逐利的商业机器。最后我想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看法。说实话，在调研了科乐美之后，我个人真的是很不喜欢这家公司。首先，我很难想象一家创意产业的企业居然被上月景正一个人牢牢控制了长达56年之久。从1969年公司创立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期间绝大多数的日本企业都完成了2代目甚至3代目的交接， CEO 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科乐美居然还被上月家族给牢牢掌控着。一个84岁的老人持续执掌着这样一个以创意、年轻用户为主导的产业，不管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还是创新活力来看，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观察科乐美的产业布局，你会发现它与日本经济的整体环境是高度匹配的。从经济泡沫破裂开始，日本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停滞，这失落的20-30年里头啊，日本银行贷款利率降得非常非常低，甚至零利率。科乐美的街机、博彩和健身房板块都是典型的重资产，这些产业收入占到了公司的30%，但利润却只有不到10%。这说明什么？说明科乐美实际上是在巧妙地利用超低利率套利，通过借贷大量配置重资产，稳住资产规模和现金流。但是问题是，一旦日本央行走向正常化，利率抬升，利息覆盖倍数就会迅速缩水，重资产板块就会从稳压器变成拖油瓶，到时候你的资产减值甚至面临剥离的情况，恐怕比想象中要更剧烈。所以如果我是股东的话，我一定会建议科乐美迅速砍掉那些对公司长期发展毫无意义的业务，比如健身房、百青哥之类的重资产板块。这些业务的壁垒很低，投入产出比很差，对公司未来成长空间帮助不大。科乐美真正应该投入的是 IP 和创意产业，发展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业务。但这可能吗？从创始人的独裁式管理，到对待员工的冷漠，对待消费者的傲慢，再到彻底忽视创意文化的精神追求，这家公司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就与现代社会对企业公民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我今天看了部电影《芭蕾杀机》，这是极速追杀这个系列的第几部来着？第5部了吧？但它实际上是个番外篇了。你看这个极速追杀呀，它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 IP， 典型的低成本 B 级片，但就是凭着一个好创意给支棱起来了。2000万美元的投入，最后挣了10个多亿。其实游戏行业也是一样，创意才是最值钱的东西。结果你科乐美倒好，你把你最优秀的创意人才都抛弃了。上月景正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创意企业掌门人。他的思维模式过于商业化，过于短期主义，没有任何对文化产业的理想主义追求，更谈不上尊重创意与内容本身。所以对科乐美的未来，我是感到悲观的。好，感谢你陪我一起看到这里。那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想了解的行业或者公司，欢迎到评论区留言，我会认真看的。消费不止，金钱不眠，我们下次见。